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马克思访华刚刚回国，菲律宾就发生了一些事情。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1月5号结束访华，带着中国200多亿美元的投资意向，签署的14项中菲合作协议，以及中菲对和平解决南海领土争议的共识，回到了国内。紧接着，菲律宾政坛上就出现了几件大事。菲律宾国内是人心惶惶，百姓中间流传着菲律宾军队想要发动政变，有人想要破坏社会稳定的谣言。马克思的总统位置似乎也岌岌可危。菲律宾军队和警察系统的高层人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动。先来看菲律宾军队系统，菲军的最高武职官员是参谋长，最高文职官员是国防部长，文职的总统是军队的总司令。1月6号，马克思忽然任命安德烈斯·森迪洛为新的菲军总参谋长，原总参谋长巴特洛梅·巴卡罗卸任。1月9号，菲律宾的代理国防部长何塞·福斯蒂诺宣布辞职，并且对媒体表示不能让菲律宾军队的声誉受到玷污、诋毁或政治化。此人不但自己辞职，还拉着5个副部长和4个助理部长一起辞职。在他辞职以后马克思任命前军队高层加尔维斯为新国防部长。去年8月份之前菲律宾军队的总参谋长一直是森迪洛。巴卡罗本来要在去年9月18号退休的，但去年8月份忽然被总统马克思的执行秘书罗德里格斯任命为总参谋长，森迪洛被踢到了一边。此举已经违反了菲律宾军方官员的任命的规则。罗德里格斯在过去的6年一直是小马克思的实际发言人和最高的奏手。去年10月，罗德里格斯在卷入多起争议以后，宣布辞去执行秘书这一职。这些争议包括他乱搞裙带关系和篡夺总统的权利。去年11月，罗德里格斯被马克思的政党菲律宾联邦党开除，因此马克思让森迪洛回归总参谋长的职务，有可能是纠正罗德里格斯的肆意妄为。在军队人事巨变的同时菲律宾警察系统也不安定。1月7号，菲律宾警察总署忽然宣布进入警戒状态，说这个警戒状态是为了应对1月9号的一个宗教活动，预计将有20万名信徒参加。但是菲律宾的警方高层的人事变动也出现了。不久前，菲律宾内政部长阿巴洛斯呼吁400多名警察将领和上校辞职，因为他们可能参与了毒品交易。现在菲律宾民间在传闻，警察系统也有人想制造社会不稳定。菲律宾的局势目前是平稳的。菲律宾陆军和海军的高层都已经声明完全支持总统的任命，但是前代理国防部长和前总参谋长以及一堆的国防部的高员共进退，这就是人们怀疑他们要搞政变的原因。卡巴罗和福斯蒂诺曾经是菲律宾军事学院精英班的同学，福斯蒂诺上任才几个月，就把菲律宾国防部的高层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人，这就很可怕了。为什么菲律宾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大事儿？众所周知，美国一直在怂恿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4个南海周边国家菲律宾、越南、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挑衅中国。在这4个国家中只有菲律宾是美国渗透最深也最容易操控的国家。菲律宾在1898年就成为美国的殖民地，一直到1946年才获得独立，整个社会都是仿照美国的制度建立的。美国也在菲律宾国内培养了大量的美国利益代言人，尤其是在菲律宾军方的渗透最深。马克思想要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，就必然成为美国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以往菲律宾历届总统对中国的态度往往呈现出钟摆效应，即上一届总统对华友好，下一届总统就偏向美国。比如说第12任总统拉莫斯比较亲华，那第13任总统埃斯特拉达就比较反华，第14任总统阿劳约比较亲华，第15任总统阿基诺3世就比较反华。南海仲裁案就是他在任期内搞出来的。第16任总统杜特尔特比较亲华，但是到了马克思这一任，钟摆效应好像就不灵了，马克思也开始亲华了，美国能不着急吗？马克思上任以后，美国副总统、国防部长、国务卿走马灯似的访问菲律宾，目的就是为了推动菲律宾的访华行动。
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直接和菲律宾的军方高层接触，商讨访华大计。马克思这一次对总参谋长开刀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牵洗访华势力。菲律宾的军方会不会还有后续动作呢？马克思要小心了。